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感谢收看今天视频啊，我是乱世。从这一期开始呢，我会开始正式涂装无痕圣杯的模型，计划是把所有模型都涂出来。然后这一期呢，咱们先从简单的开始。什么最简单呢？当然是这个小宠物了。这一期呢，咱们涂个戴鹰啊，这个戴鹰啊，挺小的啊，大家看下面那头骨和这个鹰啊，这个跟咱们理解中的戴鹰可能，这么看其实也不算太小，对吧？那脑袋还挺大的，然后这一次的话，我尝试了一些环境光啊，虽然涂的不是很好，但是相对来说，你大致去看，发现，有那么一点意思。行，废话不多说，咱们给大家捡几个比较特殊的地方，然后跟大家说一说我这次涂装的过程吧。咱们聊一聊这个天儿。好啊，这个咱们从头开始说，这个东西其实很好涂，这一次花的时间也不长，大概也就不到1小时，45分钟不到50分钟，其实就涂完了。刨去中间呀各种各样的过程，实际上还真是挺简单的，应该说。首先啊，这一次我又回归了黑色打底啊，原因很简单，它真的黑色要更好一点，就是比较好操作啊。然后呢，黑色之外的话，这个鹰本身咱们还是需要给它涂色分色的，因为是一体成型的模型啊，所以实际上这个 TG 的这次模型的质量一般。有很多很多根本连修都没法修的核膜线，让人非常的烦躁。但是，因为它本身就是桌游模型，然后加上它很小，实际上咱们也不会太下功夫去要细节。更何况这个模型的细节真的不是非常的好啊，所以实际上最后选择的就是尽可能以速涂的方式来解决战斗。包括无痕圣杯里边的大模型，实际上它的效果的话虽然大，但是细节整体上也还不是说它非常好。这一个在 EF， 也就是说那个以太梦境里边有了非常大的改善，所以如果是想卖模型的朋友，可以考虑买后边的。而 TG 的话，如果你没买的话，希望是慎重考虑，毕竟也不便宜嘛，对吧？要全买全了也几千块钱的东西，大家还是要慎重考虑。毕竟模型不是生活必需品，吃饭最重要。尤其是现在疫情之年，大家一定不要太过的去上头。好的，咱们上完底色，分了一些色之后呢，就相当于要给这个鹰加细节了。因为它并不大，所以咱们加细节的空间有限，但是还是可以给它加的。加细节的方式，最近因为看各种视频啊，包括搬运的视频，包括其他的一些视频，总结了一些道理。就比如说画环境光，画环境光，你其实应该先把它本身的颜色涂出来，在这之上再去加环境光。这有什么好处呢？好处就是这个环境光啊，咱们加完以后，它会透出它这个模型或者说这个东西它材质本身的颜色。坏处就是耗时间。如果你直接上环境光的话，它好处就是稍微省点时间，毕竟盖住的地方你不画了嘛。但是效果的话会稍微的差一点，这个大家自己选择啊。另外就是这个鹰本身是羽毛，羽毛的话它是介于镜面反射和漫反射之间，我觉得它并不是完全的镜面反射，但是它又带一定光泽。所以一般来说涂羽毛的话，我更偏爱于把它的根部，羽毛的根部，不是那个，应该算是羽毛的头部还是什么部位的，就是羽毛的这边边压的地方，给它加亮一些。然后它羽毛的上部，所谓的就是跟身体连接的那个地方，应该叫根部吧，这应该叫根部。相对来说的话，就给它暗一些，这样的话就可以突出它羽毛本身的结构。但是因为这个鹰实在太小了，咱们没有那么多操作空间，所以只能尽可能的给它上色了。当然了，这个鹰的话虽然操作空间不大，但是咱们毕竟细节不多，实际上对于咱们来说倒不是很费时间。如果大家涂过那种像 GW 的里边的某些模型，那个恐怖的羽毛细节，大家就知道一个羽毛一个羽毛涂那是多么耗时间的事情。这个鹰就非常简单了，大小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啊，并不是很大，所以咱们其实是有很多的偷懒的技巧的。然后咱们说一下这个加效果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在往翅膀上面加这个白色啊，根据动物图片啊，参考图片，英国是白头鹰对吧？但其他的鹰它没那么白，所以咱们就如果不画白头鹰的话，实际上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给它根部增加一些亮度。这样的话，咱们就可以把羽毛
细节啊呈现的更好一些。呈现的更好，其实并不是为了给它提亮，或者说是怎么着，更多的实际上就是为了突出它的一个，给大家提供一个，就是给看客吧提供一个看点啊，这是咱们想要实现的。也因此，我在这个上面就只加了3层色。首先是第一层是棕色，第二层是翅膀加了一些黄色、土黄色，在上面就加了这个跟黄颜色、白色和棕色调和的一个颜色。它不是纯白，它是调和的，但是更偏白，白色加的多了一些，是这么一个颜色。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，比如说你光是怎么打的去增加。我呢就是随意打的，因为我要加环境光嘛。然后说一下这个喙部和爪子。这个鹰啊，好像它那个除了羽毛覆盖的地方以外，只留下了这个嘴部，就是喙啊，应该是叫喙是吧？还有它的爪子那部分，好像都是黄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人家都是黄的。那咱们就可以用黄去做一些操作，就比如说我是给它整体涂黄了，哎，我这个可以涂黄，然后嘴的前半部分加了一点点白，然后跟黄色混了一下，涂出来这个效果。后面爪子也会这么涂啊。这个模型因为它是一体成型的，所以它爪子实际上是抓在一把短剑上，这个短剑插在头骨里边。但是因为一体成型，所以细节稀烂，根本就是不仔细看的话，就会感觉就是模糊成一片。所以咱们只能用颜色去给它区分了。这个没有办法啊，这种模型的话，所以为什么说体积质量一般呢？但是到了那个 EF 啊，就好很多了。大家就我本身因为现在有 TG 和 EF 的模型嘛，EF 只有基础的和几何，一盒怪物模型，但是拿出来看确实效果好了很多。核膜线还有，但是整体上就没那么糊，没那么圆，相对来说好很多。行啊，下面的话其实就是加一些环境光了。这个环境光我选择的是蓝色，其实大家也可以选择红色。红色实际上可以展现出更好的这么一个环境的效果，而蓝色偏暗。如果你涂的不是很好的话，它实际上效果就不是那么的，突出。但是蓝色如果在某些情况下其实还是很好看的。在蓝色之外呢，我又给它加了一点绿色，因为蓝色偏亮的方向从色环上看是下一步是绿，然后是黄，所以以此呢我就加了一些绿色。但是我又不敢加多了，所以加了一些相对来说不是很亮的绿色。实际上，大家要是你更大胆一些的话，你完全可以把那个亮绿色，甚至偏黄的黄绿色加上去啊。我这边就偏保守一些，因为我在这方面掌握的还不是很到位，这点呢不敢太多的去上。整体上的话就是有强胜于无吧，是这么一个感觉，所以加了一点。这个大家在自己涂的时候可以考虑啊。另外就是涂这种环境光，它特点就是你把光源定在什么地方，跟你设计这个光照是有关系的。实际上咱们按照光源来说，有些地方它是照不到的，比如说被挡上的地方，它实际上照不到。但是你完全可以给它加一点，比如说大家看到我这个地方，我在这个模型的下边和翅膀的，这应该算是如果以头为准的话，面向头部那就是左手。左翅膀上也加了一点蓝色，实际按理说它不应该照到。如果按照我这个光源来看的话，无论如果放在上面的话，它照的更多；放在下边的话，它其实照不到。但是我也加了一点，这是为了好看。大家也可以这么设计，这个是跟人家一个视频学到的。当然，人家涂的比我好了，这个没有办法，还要学习。另外就是，如果大家需要的话，实际上可以在涂完这个环境光以后，用 Link 墨水去做一些过渡。这是一个技巧，但是我掌握的很不好，我涂完以后就不好看了，所以我现在还没有使用。大家要是有机会的话，可以尝试一下，还是很不错的。然后后边的话，我这里就是用白色给它该提亮的地方稍微给它提亮，然后整体上这个模型的大部分就涂完了。行，那么咱们今天的视频大部分就这意思了啊。另外说一下，从这一期开始我会放一个完整版。没有配音，只有背景音乐的一个版本。这个版本会放在爱发电上面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爱发电上。当然这个版本需要5块钱的支持啊，这个纯粹是尝试，大家并不需要花钱，因为那个完整版只是一个精简版的一个加长版，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说其实是不需要的。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，可以考虑一下。这个现阶段不推荐大家去花这5块钱，虽然我设的5块钱啊。这是一个尝试嘛，行，
那各位观众朋友，咱们今天的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啊。喜欢的欢迎3连关注支持。别的就不多说了。这个我的计划是把无痕圣杯的模型每个都涂出来，然后每个都录。咱们看看用多长时间吧。好了，各位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有缘再见。最后，请大家再看一下这个360度旋转图，看看这个模型能不能给你带来一些参考。咱们有缘再见，拜拜，各位。